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的放任，天下无双。轻易放心上，和朋友遍布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一水撑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火光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，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家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，家一定让你充满希望。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。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更接近快乐鱼的口味了。不对啊，还差了那么一点点。不过我相信啊，我一定能够做出比快乐鱼更美味的炸鱼来。我也相信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我差点忘记去接我妹妹，她快下课了。喂，你妹妹又不是小学生，你要带着她上学，接她放学啊？我怕老高。老高，他还敢留在新加坡吗？他不怕警察抓他啊？我还是不太放心。哎，那你快去吧。哥，阿娇，你去哪里？我正想去接你呢。接我干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讲今天提早上课，下课来这里找你的吗？是吗？啊，对，今天下午打电话给我，我怎么忘了？最近我脑筋真的是不太灵了。你今天下午太忙了。是啊，我今天打给你的时候，你好像很忙。对了，你吃饱了吗？我吃饱了。哎，我买嘎包给你们吃。为什么买这些东西？钱省点花。高丽包又不是很贵。你看你穿的也不便宜啊。你妹妹在乌节路上班，当然要穿得漂漂亮亮的。有哪个女孩子不爱漂亮的？对呀，佳燕姐说的对，哥被这我老公懂哦。你呀，不要这样顺着他。虽然说女为悦己者柔，可是你别可是了，买个饮料给你妹妹喝吧。还是佳静姐善解人意啊！哥，口渴，快去买水了。佳燕姐，其实你的拔刀相助，我喉咙说起来真有点烦。她也是为了你好啊。阿娇啊，你哥最近的记忆力好像不太好啊，就好像今天下午你跟他说的事情，他都忘了。我哥是这个样子的啦。你说他在看书，你跟他讲话，他这边应你，转下就忘记了。那是我自己太多心了。你是不是担心我哥病又发作？谢谢你。老高！在哪里？姐，他又发作了！姐，你不要过去，他不认得人了。现在，快拿桶水来！快！哥！
阿佳，文杰呢？他跑了，怎么办？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们现在去找他。走。明天早的飞机，早点睡吧。哦。小喜啊，这本记事本送给你的。哎，现在不可以看了，等明天我飞走之后呢，才可以慢慢看，而且要一天一天的看，不可以偷鸡一次过把整本看完的。直到你看到最后一页，我就回来了。 那我能不能把中间的全部撕掉，只剩下最后一页，我一翻就翻到，你也就回来了。我会回来的，我很快就回来了。喂，阿娇啊！喂，佳倩姐啊，我找到我狗了，它在后巷，你快点来啊！哦，好啊。阿娇，佳倩姐，文杰，你怎么样了？佳倩，文杰，你觉得怎么样了？ 我没有事。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我完全不记得发生什么事了。阿娇叫我起来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在这里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昨晚又是发作了。狗，你不要胡思乱想了。我看你是累了，走，我们去吃点东西，然后回来休息好不好？不，阿娇，你告诉我，我昨晚是不是又发作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以为我已经可以控制我自己了，佳倩。 我还是办不到，我还是办不到啊！文杰，你听我说，你一定办得到，你一定办得到的。你知道吗？这些日子以来，你已经克服自己，你已经办到了。你听我说，你只要不要气馁，你一定办得到，你一定办得到的。答应我，你千万不要气馁，知不知道？文杰，你一定办得到，你一定办得到的。
宝贝，请记得吃你的胃药，还有维他命丸。今天10点你要见个大客户，记得不要把得失看得太重了，那就不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了。受不了的时候呢，就骂一句“他妈的”，拍拍屁股走掉。我会养你一辈子的。后天是叶母大人的生日，我已经订了礼物给她，你帮我打个电话确定一下。这是我们分开的第一天，我肯定会非常的想你，但是我内心充满了幸福和感恩。我曾经因为意外而几乎失去生命，但一个小女孩救了我，让我在黑夜中看到生命的光，所以我才拥有今天的一切幸福。我觉得我应该有所回馈，把小女孩带给我的生命之光带给其他人。谢谢你支持我。今天你也要搬出去了，这些日子来，我感觉到你对我家人的付出，我想他们一定会很舍不得你离开。雅喜，你都收拾好了？那我可以把东西搬进来啦。我们快点啊！Excuse me， 雅喜啊，你把床单都换了？上星期刚换过。那麻烦你换张新的好不好？我不习惯睡人家睡过的床单啊。对不起，我赶时间上班。那为什么你不早点换呢？今天早上一早起来我就送佳琪去飞机场了。那你昨晚也可以换的啊。那昨晚我们也要睡觉啊。那算了，等一下我自己换。哇，还有这么多衣服在这里啊！哦，这是佳琪的衣服。佳琪要1年后才回来，你应该收起来啊！你明知道我用这个房间吗？哦，本来打算下午回来才收拾的。你干嘛不早点收呢？那佳琪也要换衣服啊。再说这是佳琪的房间。佳琪回来以后，你们不是要搬去住的吗？那算了算了，先放在这里吧。二舅妈，这是不是你的？二舅妈放在厕所啊，就是不要的，放这我们用吧。可是妈咪，那是新的。二舅妈常有很多免费样本拿的，她不在乎这些的。大姐啊，我走了。啊，拜拜。二舅妈，拜拜。微微，快点来帮我。嗯。很重的。你拿那边。二嫂，你要走啦？我帮你。不用啦。那你跟二哥的房间，我可以搬进去住吗？你迟了一步。为什么？大姐先下手为强。大姐，昨天不是已经讲好了吗？这个房间拿来给我当新房啊。是吗？我以为你说你要搬去外面自己住。我是说以后，不是现在。干嘛要以后呢？你都知道大家不喜欢你那个未来老婆的，她住进来啊找罪受啊，干脆早点搬出去住。你说这什么话？你是我大姐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你大姐在跟你这样讲啊。爸，我搬回我妈家住了。爸。我走了。哦。佳琪，你错了，他们不是舍不得我走啊，是恨不得我快点离开。原来我是这么失败的。阿舅妈，阿舅妈，我来帮你。
谢谢你，温温。他们还在争房间呢。好烦啊！温温，要理大人的事，好好读你的书。我发现你的学业最近退步了。是啊，我也知道，退步就退步咯。这不像你林温温的作风啊！我一向很好胜的吗？那是我笨哦。为什么这样说啊？不是吗？即使毕业小语考全国状元又怎么样？即使将来拿到总统奖学金又怎么样？我是为谁奋斗，为谁努力？我爹地妈咪离婚了，我爹地已经有了女朋友，我妈咪呢，天天为钱烦恼，脾气变得越来越坏。不管我做什么，她都不会快乐的。我努力的目标是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温温，你的努力是为你自己，而不是为别人。我自己，我只想活得快乐一点。你这样说，我会担心的。骗你的啦！二舅妈，其实这是我的计划。你又耍什么诡计啊？妈咪、爹地啊，看见我的功课退步，一定会很紧张的。我妈咪啊，不止紧张，还会生气呢。我呢，就表现出一副叛逆的样子，什么话都不听，连挨打都不怕。那你爹地妈咪就会担心你，那他们就会别无选择的聚在一起讨论你的事。对呀，只要妈咪、爹地啊有机会在一起，那么就有复合的可能了。你这鬼灵精，我不同意你这么做。那你有更好的办法让爹地妈咪在一起吗？你就要走了，什么都不管了，我做什么你又何必操心呢？谁说什么都不管的？我还要管你的。好啊好啊，这是你说的，我听到了，也记住了。这又是你耍的诡计啊！我怕你不理我吗？不过二舅妈，我现在要很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。你跟二舅都很关心我们，也帮了我们很多，我很感激。其实二舅妈，我真的很舍不得你走的，可是我知道你留下来也不会高兴的，因为你要受到很多人的气，包括我妈咪。我代我妈咪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傻瓜，干嘛说对不起啊？最近你妈咪承受很大的压力，脾气当然比较暴躁，那我们就让她了。温啊，你要答应我，以后有心事呢，一定要找我，知道吗？二舅妈好高兴哦，因为终于有一个人跟我说他不舍得我走了，我的力气又回来啦。那以后呢，我们一定要互相鼓励，知道吗？Give me 5。好啦，上楼去吧，我要走了。拜拜。美丽，雅喜，你要出国啊？不是，我帮我妈家住。哦，罗太还没有回来啊？她去了鱼市场，你找她啊？不是啦，不是啦，有事吗？微微，上楼去吧。拜拜。拜拜。什么事啊？本来嘉龙叫我不要告诉你们的，可是我想想看又不放心，所以想找一个人来说咯。大哥怎么了？他昨天给人家追杀，你知道吗？姑姑打电话告诉妈了，大哥现在怎么样了？给人家砍一刀咯，流了很多血，是我叫救护车送他进医院的。那还有没有生命的危险？没有啦，死不了了。不过医生说差多几寸就吃到肺了，如果是真的那就麻烦了。他怕罗太气到爆炸，所以叫我不要告诉你们哦。他说罗太把他赶出门，不让回家，是不是真的？早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的啦。不过罗太也太狠心了吧？嘉龙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儿子嘛。你知道他那个人呢，笨得要死，哪里敢去做坏事？他是给人家利用的。我知道，不过妈现在还在气头上的。等妈气消了，再叫大哥跟他说些好话，应该会没事的。那你真的要帮帮他了，看他那个样子这么可怜。哎呀，我嘴巴整天骂人，可是我心很软的嘛。昨天我看他睡在地上啊，那副凄凉的样子，我看了都难过。放心吧，我会帮他的。谢谢你来告诉我，我待会回来开会，下午我再去医院看他。那我给你那个病房号码还有床位咯。不过你要记住啊，不要告诉他说是我跟你说的，要不然他会骂我说我不讲义气出卖他。我现在就要去看他了，你要记住啊，不要让罗太知道啊。知道了。喂，你干什么？
散步咯。神经病啊你！散什么步？流那么多血，走来走去，不用花力气啊！哦，梁哦，原来是你啊！我以为我给米西抓到了。你走出来做什么？跑路啦！跑什么路？哦，你是不是怕那些人来砍你？你神经病啊你！你没有看那个新闻吗？他们已经被警察抓走了。那些东西真的是毒品来的。这我知道吗？所以我要拜你喽。拜你的死人头了，还没有死啦！哎，要不是因为你被抓的是我嘞。现在你知道还要逃走，神经病！我现在身上1分钱都没有嘞，等医院跟我收钱，我拿什么给人家？现在不跑，等什么时候？嘘！哎呀，你做什么？回去房间。哇！不要，我痛的嘞！这么想谋杀你？你都不怕死，还怕谋杀你？好心你啦，不要走来走去啦，伤口破了，流血流死你。哎，等医院跟我拿钱的时候，还不是死？你有家人吗？哎，我已经叫你不要告诉他们了哈，你有没有听进去？那我比哦，老弟，吃啊。你告诉他们了啊？没有啦，你以为我叫给伯啊？那我告诉你啊，你嘴巴已经够大了，你不要再大啊！我妈的已经给我气到半条命了，如果她知道我搞成这样子，她肯定会没命的。你有公积金的吗？公积金里面有 Medisave 可以拿来还医药费的啦。我哪里有公积金？什么？新加坡人不是每个人有公积金吗？你有打工一定有 CPF 的啦。我叫我妈的不要交吗？哈，说你神经病是神经病，叫你妈的不要交公积金就好像储蓄啊，每年都有利息的。那我就不一样了，我死都要姑姑交出公积金给我。所以我才说你是神经病哦，钱拿给政府不会自己花。什么钱交给政府？那些是我们的钱啊，就我们才可以用的，笨蛋啊！那些钱可以拿来投资啊，买房子啊，还医药费，将来你退休还有一笔钱养老啊，笨蛋！幼稚啊，不要交。好了，现在住院了，没有钱了，叫鬼连天了，怎么办？你这样滴滴答答有个屁用 ？OK 咯，我当然希望我的 CPF 里面有很多钱，这样我就可以去 A 级病房那边享受一下吗？哎，听说A 级病房的米西漂亮一点的嘞。好心你了，穷心未尽，色心又起，漂亮。A 级病房一天要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是你自己讲有 CPF 的吗？就算你有 CPF，也要看你付得起嘛。那如果你进一次医院，把全部的 Medisave 花得完，算一算你再进多一次医院，去哪里拿钱了哈？怎么办？那就跑咯。哎呀，你干嘛啦？哎呀，现在米西在换班，如果不跑就来不及了。吵下来了啊！登记交出来。哇，你这个人很黑心嘞！我都还没死，你叫我交登记。嘿，你的死人头啊！叫你交登记给我，帮你去查看有没有 CPF。都说没有了。哪也知道你啊，不要来说东，可能你妈都会帮你交，你不知道嘞。我妈都会对我这么好咩？她连我都不认了，会帮我交 CPF？要不要拿登记出来啊？快点！OK 咯，我凶了你。这个房间以前就是我睡的。那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，你现在好意思拿出来讲？为什么不好意思讲啊？哎，我对这个家是有贡献的。以前我1个月拿3、4千块钱回来，你呢？你只会饭来张口，钱来伸手。大姐，我是在跟你讲道理啊，你不要说什么人身攻击，可不可以啊？我没有人身攻击，我说的是事实啊。就像这次一样，说什么搞大人家肚子，要结婚就结婚，不是给我们麻烦是什么？算了，我不想跟你争辩了，由大妈来决定。大妈，你怎么说我怎么做啊？妈的，我上次跟你讲过，我会住在佳琪的房间了，可是他跟我抢嘞。大妈，我结婚总该有间新房吧？佳琪啊，你现在住在佳谦房间有问题吗？可是我每晚都睡在地上哎。睡地上、床上，还不都是一张床褥而已？那我也需要大一点的空间做功课、做 project 啊。文文，来。你现在住在小阿姨房间做功课不够地方吗？妈咪叫什么？叫什么了？住得好好的，搬来搬去。可是不用再说了。算了，反正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，有个房间的资格都没有。既然这样，我想办法搬出去就是了。Sorry 啊，大姐。真不明白，他又不是你亲生的，干嘛那么疼他？喂，你讲话不要太过分啊！不是吗？你们一家人到底对罗家有什么贡献？你说够了没有啊？
要不要我拿一支针啊，把你这个嘴巴给你缝起来呀？大妈，那没事的话，我就先上去整理房间啦。等等，又有什么事啊？你二哥的房间啊，谁都不能住。为什么？那是你二哥的房间啊。那可是他离开1年，等他回来之后，他房子都盖好了，他再搬出去住啊。等他回来再说吧。那我新房怎么办？就住你现在这个房间。大妈，你不要忘了，我房间还有个大哥啊。他不会回来了。什么？他被我赶出这个家门，从此不准再踏进这个家门了。哇，什么事情这么严重啊？我怎么都不知道呢？大妈。大舅惨了！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告诉阿妈哈。大舅啊，给人赶到进医院呢。啊！你在里面干什么？在厕所里面能干什么？我看你进去很久，我以为你怕我掉进马桶里面淹死啊？不是。哦，我来是要告诉你哦，老板娘哦没有把房间给家福了，她说要给佳琪等她回来住的。她头脑是不是有问题啊？让房间空整1年。可能老板娘觉得2个人都不给会比较公平哦。算了，又不是第一次这样对我。反正我在这家里面已经是大家的眼中钉了。不要这样啊！你不要这样想不开好不好？啊，我下午 off day， 你的副餐摊要不要帮忙啊？不用啊，有 Judy 在。现在生意普普通通的，那么多人去干嘛？生意不好啊？孩子们考试嘛，生意淡了点。那我们吃饭啊？你请我啊？好啊。可以喽。来，我们来这里吃。啊，你们要吃什么随便拿。这些东西贵不贵啊？哦，不贵不贵。文文，你要吃什么？今晚拿吧。我的肚子饿得很啊，什么都想吃。哦，来，那今晚拿，不要客气，来。哼，我就知道啊，你的后代破一个洞，看你以后啊还敢不敢约我妈咪吃饭。慢慢拿。薇薇奶，你拿够了没有啊？让他忙吧，我们先坐下来吃。我妈的就是偏心，从小就对佳琪特别好。我看快乐鱼啊，迟早是交给佳琪了。怎么可能呢？佳琪是个大医生，怎么会来打理餐馆呢？他不会，他老婆会啊。雅琪对快乐鱼啊，早就虎视眈眈了。会吗？不会吗？哦，好像会哦。什么好像会啊？简直是100%的会啊！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他看准快乐鱼啊，后继无人，早就做好铺排。只是他有心机，不让你们看出他的野心。你看呢？他对我妈都真的有一手的啊。无论什么时候啊，我妈在跟他说话都客客气气的，哪像对我啊，动不动就呼呼喝喝，比对个女佣都不如啊。不错，我也是有一点觉得。你看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啊！所以为了你一定要帮我，不要让快乐鱼落入人家手里。我知道，你说过吗？我们要一起发展快乐鱼嘛。对呀。不过你也看得出我妈的怎么对我了，要她把快乐鱼啊交给我，我看是难如登天。所以呢，只好另起炉灶。什么？另起炉灶，你不会听啊？哦，我是音效生，所以太深的华语我听不懂。
另起炉灶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另外开一间快乐鱼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我叫他们换一锅汤。不用啦，你不是外人，难道我还怕你有艾滋病啊？那，哎，如果我另外开一间快乐鱼，你会不会来帮我啊？当然会啦，不过开间店不容易的。只要找间店面装修一下就行了，也不用花多少钱的。那资金不是要10万8万吗？你没有吗？我的钱是要存做老婆本的。娶老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啊？现在娶个越南新娘啊，也不过2、3万而已。我不要娶越南新娘，我要娶。你不是要娶中国的吧？那10万块都不够哦。不是，我要娶本地的。哈？本地女人谁要你？哎，我不是说你不好，你样子不错，身材也很棒。哎，特别是你的屁股啊，又厚又结实。如果年轻一点的话，还可以去当脱衣舞男。啊？开玩笑。老实说啊，你衰就衰在啊，你有一份好职业。新加坡女人都势利的要命，条件好一点的话呢，宁可去当老姑婆啊，也不会嫁给一个每个月只有1000多块的小厨师。所以啊，我说啊，你应该把那笔钱拿去创业，自己当老板。等你一成功啊，即使是我啊，也会扑上去。你？男人一有钱啊，有事业啊，就充满自信心。到时候啊，你穿西装打领带，还不迷死全天下的女人。我不要迷全天下的女人，我只要迷你一个就够了。麻烦你帮我烧烤。好的。不过啊，要想另起炉灶啊，你先得把我妈的功夫学上手，不要整天做 salad 啊、煮汤，还有削马铃薯，一定要学会炸鱼。哎，还有啊，你要设法偷瓦公传下来的秘方。对不起。看你吓成这个样子，我想靠你啊都难了。你可以靠我，你可以靠我的。真的啊？真的。那事不宜迟啊，有机会的话你就要行动了。哦。这些东西要吃几个人啊？还有啊，这边不是不费哎，每一串都要还钱的。我都说我很饿了吗？饿也不是这样吃法啊，不用钱咩？现在是猪主请客啊，好意思嘛？算啦，也吃不了多少钱，让他吃饱。你拿着，你跟我全部吃完它。哎呀，惨了，还有一大盘烧烤，怎么吃得完？如果 Patrick 在啊就好了。没关系，慢慢吃啊。喂，你在干嘛？老是掉东西的啊。喂，你在干嘛？老是掉东西的啊。Sorry。有口水的我不要吃啊！你拿那么多东西跟我吃下去啊？你以为不用钱啊？我才不要吃啊！没关系，我吃。你们这里有没有个叫阿福的，长得高高壮壮，大概是38、9岁？又是他？还是找到什么阿福啊？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工人。你干什么？我在看要点什么东西吃。你还要叫东西吃啊？这里已经很多东西吃不完了，你以为你真的是老虎啊？走，快走啊！
事吗？ Excuse me， 走开了！哎呀！我没放过你的！竟然那么巧，会在这里碰上他，难道是命中注定？难道是他死去的老婆带他来找我的？问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啦，只是这里被抓到黑青。喂，那个人是谁？为什么要叫你阿虎？他要找的人是你吗？你就是阿虎？我的原名叫王大虎。啊，这么老土了。那我还是叫你威廉比较好。这名字很少人知道，已经有10多年没用它了。哦，那个人是谁呀？他是我在航海时认识的，他叫张雄。熊，北极熊的熊。嗯。怪不得那死人头的力气那么大啦。我跟他在同一艘船上当海员的。那找你干什么？看样子啊，他好像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啊。那是以前的一点点恩怨罢了。一点点，我看不止吧。他好像跑遍全新加坡要找你。他刚才看你的时候，2只眼睛像在喷火一样。你一定是偷了人家的钱呐！不是。哦，那你欠他几百万？不是。那你害他破产？不是。哦，那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？通常男人反目成仇，不是为了钱，就是为了女人。果然被我猜中啊！那你一定是抢了他的女人。我没有。不要跟我讲你强奸了他的女人。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呢？要不然为什么他那么恨你呢？啊？难道你杀了他的女人？我没有杀他，是他自己。我走了。慢着！你真的杀了人啊？我真的没有啊！你不要骗我了！难怪你平时神神秘秘的，原来你是杀人凶手，也怪不得那只熊啊想要把你吃掉一样啊！我真的没有杀他，是他自己跌下去。到底怎么一回事啊？你跟我说清楚，要不然的话，以后我也不相信你了。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，我跟张雄一起做海员，是最好的朋友。他比我会找钱，常常带一些私货上岸。他叫我做，我不敢。不过，每次赚到钱，他都会请我大吃大喝。后来，我们认识了一个女孩，阿梅。我跟张雄都很喜欢她，不过张雄比我会赚钱。阿梅最后选择了张雄。好看，好看。好看啊！为什么会？你喜欢吗？很喜欢，还是你的吗？好，我也喜欢。你跟我说。不过，他们结婚后并不快乐，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就吵起来。一人少说一句啊！我怎么有跟你讲啊？你都当我是？少说一句。我要跟你讲，你不要说我跟你吵了，你不要管我们，我讲的是好啊！我打死你！他老婆常常喝醉酒。不要再喝了。其实我真的爱你的，等你。我走。什么？来了！朋友气不可气。你不要假正经，来了。你喝醉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走了。
阿虎，干什么？我没有杀他，我没有杀他，我真的没有杀他。不要哭了，一个大男人哭什么？丑死了。我只是心里觉得委屈。我没有杀人，为什么却没人相信我？张雄四处跟人家说我要强奸他的老婆，他的老婆反抗，我就把他推下楼去。每个人都相信他的话，结果我就成了过街老鼠。每个人看到我都向我吐口水，害得我最后连海员都没得做，连我自己的亲爸爸也不相信我。他倒是都没看我一眼，为什么没人相信我？谁说没有人相信你？我相信你啊！你相信我？你这个人啊，虽然长得高头大马，不过要你去杀人、强奸人啊，我看你没有这个胆量的。是，你说的也是。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我要真的杀人的话，警方一定抓我去坐牢的。嘉熙啊，还是你了解我。不过也难怪那只熊啊不相信你，有谁会承认自己的老婆去勾搭别的男人呢？虽然不是我推阿妹下楼的，可是那时候要是我拉住她的话，她就不会死了。可是我又怕张雄误会，所以把手术回来。所以你上次就疑神疑鬼，说有女鬼抓你。他一定很恨我的。这也是他自找的，关你屁事啊！你何必那么内疚呢？说的难听一点，他那么风骚，做女鬼啊也风流啦。他要找，他不会找李南星啊、郑冰辉，他找你这种货色干什么？说的也是，嘉熙啊，经过你那么说，我心里觉得舒服多了。不过现在你应该担心的不是那只女鬼，是那只熊。事情已经过那么久了，为什么他现在还在找你呢？他一直想找我报仇。后来我来到快乐鱼，隐姓埋名，他再也找不到我了。不久后，我听说因为他走失被抓了，被判了10几年牢。这次见到他，一定是刚放出来吧？没想到这么多年了，他还是不肯放过我。即使啊，他真的来这里找，又怎么样呢？他掐到了温温，手都黑青了，还有我的肩膀还痛啊！我还想报警抓他。喂，你又怕什么啊？你不是怕人就怕鬼，真的没有用啊！如果我是你的女朋友啊，我不跟你说拜拜才怪。为什么呢？没有安全感。我不怕。喂，这样吓死我啊！我刚才只是开玩笑的，我真的不怕。要是张雄敢来的话，我就跟他拼了。那就对啦，男人有男人样子，那才算是魅力嘛。啊，还有啊，你要记着我跟你讲的事情啊，要记得见机行事。什么事啊？干嘛又忘了？偷学快乐鱼的祖传秘方。哦。全靠你啦。空气里灰尘太好了，他说全靠我了，全靠我了。无所谓的脸，一成也不变，仿佛生活出现了缺，解不回从前。刹那间，一切变得很荒野。相拥划过指尖，来不及变。一转眼之间，我已无法改变，好像是守着放那些的视而不见。